你是不是有过这种经验？明明发誓这个月要省钱，结果看到买一送一，还是忍不住手滑了一下，或者是去吃高级餐厅，刷卡刷了几千块钱，眼睛眨都不眨眼。但是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为了几十块跟老板杀价杀了半天，其实这不是因为你的数学不好，也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在搞鬼。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大脑喜欢这样花钱那样理财》。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看 K 线图，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在面对金钱的时候，智商会突然降低呢？以及我们该如何骗过自己的大脑，把钱留下来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总是凭实力单身，不是，讲错了，是凭实力月光，那今天这个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啦。我把书中几百页的精华呢，整理成大家最容易掉进的4个金钱陷阱以及破解之道。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专门是为一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人而设计的。那我每个月会分享一本好书，那你只要花10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获得书中的一些有价值的知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这个频道。好，那今天也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的大脑呢对于钱的看法。那大致上分成5个部分哦。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我们来讲第一个陷阱：无痛消费的错觉。书中提到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哦，付钱其实是一种身体上的疼痛。根据研究表示呢，当我们使用现金支付的时候，看着钱从钱包拿出去，那个刹那呢，那个当下，大脑会产生一种类似身体的疼痛的反应。这种痛感呢，其实就会像刹车一样哦，那阻止你去乱买东西。但是呢，现代人有一个最致命的工具，就是信用卡跟手机支付。书中特别指出哦，当我们不需要交出这些真正的钱的时候呢，而是用塑胶货币或者是手机去支付的时候，这种痛感其实是会被延后的。那这也是说，为什么你去百货公司刷卡买几万块的包包的，你会感觉说没事啊，觉得还好哦，不痛不痒，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呢觉得说没有损失任何的东西哦。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所谓的去实体化，这导致我们更容易购买这些充满罪恶感的东西哦。小费呢也会给的比较大方，甚至呢会完全忘记自己总共花了多少钱哦。那难怪呢每个月呢收到这个账单的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盗刷了？结果看了明细看一下，全都是我自己刷的。所以呢，书中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控制不住你的购物欲的话呢，其实试着把这个支付的方式改成现金支付哦。虽然这个方式是非常传统、非常老派的方法，但这种钱变少的心痛感呢，是你最好的理财教练啊。好，接下来是第2个陷阱也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叫做心理账户 （mental accounting）。理性的经济学告诉我们每一块钱的价值应该是一样的。1000块的薪水跟1000块中奖的彩金呢，我想购买力呢应该是相同，对吧？但在我们的大脑里呢，这2笔钱它是放在不同的账户里面哦。那书中提到，我们会把辛苦赚来的薪水放在所谓的勤劳的账户里面。花钱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深思熟虑，你会想非常久然后才会把它去花掉。但是如果说今天这笔钱是年终奖金的话呢，其实或是发票中奖的彩金或者是你路上捡到的钱大脑其实会把这个归类在意外之财的账户或者是享乐的账户
结果呢，就是这种意外之财的钱呢，其实来得快也去得快哦。举个书中的例子哦，你可能会为了省这个20元的捷运费哦，那多走一站的路哦，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搭了计程车花了300元，你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哎呀，这个今天是为了赶时间啊，是特殊情况哦啊，没事的哦。所以其实这个就蛮矛盾的哦。我们倾向把大笔的支出合理化，那却对这些小钱的斤斤计较哦。所以这个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领到年终奖金的时候呢，其实第一件事情不是把它存起来哦，而是去买平常舍不得买的高级的家电哦。打比方说，比如说新的手机啦，或者新的音响啦、新的电脑啊、新的相机啊等等之类的哦。因为这个在大脑看来呢，这笔钱它是多出来的哦，不花白不花。来到第3个陷阱，价格公道的错觉。大家去买东西的时候，知道这个商品的价值是多少吗？其实我们不会知道哦，我们的大脑只会透过看这个价格来判定。书中有关于一个红酒的实验，我觉得还蛮不错，分享给各位。研究人员让这些试售者呢去喝红酒哦，那告诉他们说这瓶红酒非常的贵哦，结果大家的脑部扫描之后呢，结果表示呢，其实他们真的获得比较多的快乐哦。所以说，哪怕这些里面的这些酒是很便宜的哦，那只要说它的标价、它的价格够高，那你就会觉得它很好喝哦。这叫做安慰剂效应哦，价格越贵，那效果越好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奸商常用的招数，叫做锚定效应和中间价位陷阱。假设呢，你去买了咖啡机好了 ，A 款3000元 ，B 款8000元，你可能会觉得说啊 ，B 款实在太贵了哦。但是这个时候呢，店家在旁边再放了一款哦 ，C 款哦，价格竟然要15000元哦。所以说，瞬间你就会觉得说，哦哇，这个 B 款呢，其实8000元好像也蛮合理的，蛮便宜的哦 ，CP 值非常高，所以最后你就买了 B 款哦，这就是大脑偷懒机制哦。那我们无法判断绝对的价值，只能透过比较来知道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便宜哦。所以说，第一个看到的数字锚点哦，会决定你后面所有数字的命运哦。所以说，下次看到打折的商品或者是中间价位的商品呢，先冷静一下，问问自己，如果没有另外2个选项的话呢，我还会觉得它便宜吗？好，第4个部分呢，我们要谈一下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观念哦，贫穷是如何影响大脑的呢？社会上常有一种偏见哦，认为穷人之所以会穷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懒哦、笨，或者是爱乱花钱哦，买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买彩券哦。但这本书告诉我们说，这完全是倒果为因啊。书中引用了一些研究哦，表示说，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金钱匮乏的状态下呢，他的大脑的频宽会被所谓的钱不够用这个念头呢占据了。这会导致他的流体智力呢下降，然后甚至智商会暂时的降低哦。这叫做稀缺心态哦。因为每天呢，你都要烦恼下一餐在哪里，大脑只能专注于这个短期的生存哦，那根本没有余力去规划长远的未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穷人倾向于买彩券或者是借高利贷等等短利的东西。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那种巨大生存的压力呢，迫使他们只能看见眼前的这个利益而已。所以说，如果你现在觉得财务压力非常大的话，觉得自己变得比较迟钝，请不要自责哦，因为这不是你的错，是大脑在求生的模式下呢的一种自然反应哦。那你要怎么解决呢？其实就是先去试着建立一点点的所谓的缓冲资金哦，释放大脑的频宽啊。好了，讲了这么多呢，这么多大脑的 bug 呢，其实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财才能变有钱呢？甚至变得快乐一点呢？书中给了几个很棒的建议哦，我这边整理给大家哦。第一个，与其买东西，你不如买体验哦。书中提到，其实你买新手机的快乐呢，那很快就会消失了哦。那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钱拿去花在比如说旅行啊，或者是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吃饭聚餐那种快乐的回忆呢，它反而会随着时间去增值哦。所以说，通常呢，体验带来的幸福感呢，通常会比物质还要好哦。所以记得大家要多去体验哦。第二，不要用金钱来奖励孩子或者自己的内在动机哦。很多父母对小孩子都会说考100分就给你1000块哦。但是作者有警告，这个其实会扼杀孩子的兴趣哦。一旦不给钱呢，那孩子就不读书了哦。对于我们自己也是哦。如果说你的工作只是为了钱的话，一旦薪水没有涨，你的动力就会归零。那试着去寻找工作中的一些成就感或者是赞美，这才是你的长久的动力哦。第三，利用大脑的惰性来存钱。既然我们的意志力很薄弱，那就不要挑战他们啊。书中建议直接把这些钱呢锁起来哦，比如说设定自动转账，薪水一进来就直接扣掉储蓄的部分呢，然后把这些钱转到一个你看不到或者是很难领出来的一个账户哦。那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往往呢它是最有效的哦。各位呢不妨可以试试看。第四呢，小心中间价位和免费的诱惑。下次在买东西之前问问自己一句话：如果说当下要付现金的话，我还会买吗？如果这个产品呢没有打折的话，我还需要它吗？各位真的可以去思考一下哦。好啦，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各位说的是说，这本书其实不只在讲钱，更是在讲我们如何认识自己，承认我们是非理性的，承认我们被环境所影响，这不是软弱，而是变聪明的第一步。当你理解大脑的运作机制的时候，下次看到那个诱人的商品或是特价品呢，你或许就能冷静那1秒钟。而那1秒钟就可以帮助你省下更多钱，拯救你的荷包。我是凯欧，如果你今天喜欢我分享的内容呢，那并且呢对你的钱包有所帮助的话，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开启小铃铛。那尤其呢是那些每个月都在喊没钱的朋友啦。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那我们就下本书见，拜拜。